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9月26日的晚上，沉寂多日的爽姐再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，相关词条更是直接登上热搜第一。由于郑爽被封杀，导致拍摄好的电视剧无法上线，投资方损失惨重，于是一纸诉状把他告上了法庭。而今法院判决郑爽赔偿投资方6000万元，一时间网友们也纷纷化为吃瓜群众，对此议论纷纷。有人称爽死了，一语双关，表明郑爽的境遇；有人表示疑惑，他还没踩缝纫机呀；还有人调侃他不过是28天的工资而已。之前的郑爽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从红极一时的顶流变成了这般令人讨厌的模样，许多大家调侃的爽言爽语，从郑爽的原生家庭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。她和母亲之间进行着十分漫长的战争。母亲刘烨年轻时因为没有成为演员而深感遗憾，这件事情变成了她心里的一根刺，所以她寄希望于女儿郑爽身上。她从很小的时候便开始控制郑爽的人生，饮食方面要防止变胖，刚开始说话就要练习专门设计的对白，钢琴、舞蹈等对演员有利的特长不能落下。甚至为了女儿能够真正出名，母亲制定了详细的10年计划。按照计划，郑爽16岁便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，之后逐渐迈入娱乐圈。甚至在郑爽有了名气之后，母亲也不曾放弃对她的控制，反倒变本加厉，不断研究所谓的成名之道，多抛头露面，拍电视剧、接广告、参加活动等等。母亲因为自己的遗憾，恨不得一切都替郑爽去做，可面对她这般强硬的态度，长大后的郑爽也不甘示弱，两人之间的争吵接连不断。母亲说一句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，郑爽对一句你对我的任何行为都不满意，在你眼里我就像是一个垃圾。这样吵架的场面在郑爽的家里时不时就会上演。母亲长久以来的控制，郑爽时不时的反抗或者屈服，让这段家庭关系变得十分复杂，但又难以彻底分开。这样畸形的家庭关系或许为郑爽之后的行为埋下了伏笔。如果说原生家庭还可以让她博得大家的同情，那么代孕弃养的事件更是把郑爽推向了风口浪尖。代孕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的事情，为此她和男友张恒大费周章的来到美国。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，金钱只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方面，还有时间、精力、各种繁琐的手续，以及代孕母亲的寻找等等。这样一套流程走下来需要不少的时间，这也就说明郑爽和张恒两个人可以对此深思熟虑，可以做决定，也可以有反悔的机会。最后孩子得以出生，说明这件事是两个人都认可的，他们都在出生证明上签字，获得了孩子的监护权。而在美国办理相关证件需要两个人都签字同意，这也正是张恒滞留美国是因为郑爽不同意签字授权，两个人始终僵持不下，时间竟长达1年。更让人气愤的是，郑爽在代孕母亲怀孕7个月的时候有了弃养的想法，可就算她有这样的想法，也可以请专门的律师来解决问题，将张恒列为唯一的监护人。但事实却并非如此，孩子出生之后，最终在名义上还是两个人共有的，闹得如今这般局面，可能并不只是抚养权的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因为在一起工作的缘故，估计也是免不了经济纠纷的。当时两人直接在微博上演了一场互撕大戏，先是张恒曝光一系列有关代孕弃养的聊天记录和文件，后是郑爽发长文，不仅详细解释了所谓的真相，而且为代孕事件道歉，但不承认自己有弃养行为。双方撕得不可开交，但舆论已然蔓延，郑爽的演艺事业也就此停摆。后来张恒索性破罐子破摔，爆出和郑爽有关的私密录音，实名举报他偷税漏税。录音内容令人震撼不已，郑爽拍摄的《倩女幽魂》电视剧片酬高达 1.6亿，一共拍摄了77天，折算下来日薪为208万。而这个数字让普通人望尘莫及，一个月薪1万的打工人，需要在公元688年出生，也就是唐朝，然后连续工作1333年，并且这期间不吃不喝，没有别的花销，才能够积累这么多的财富。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，甚至将郑爽变成新的计费单位，一爽就是他1年的收入，保守估计只要3个月拍一部戏，他的年收入可以达到6亿元。而具有投资之神称号的巴菲特，从12岁到30岁，
也不过1.8亿人民币的财富，两相比较，郑爽可谓是赚钱赚疯了。张恒也在长文中艾特了国家税务总局，而郑爽也发微博表示自己不怕查，并表示希望税务局能给出正常的处理程序。税务总局在依法受理了关于他偷税漏税的举报，并火速展开调查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到真查出了问题。原来郑爽是通过阴阳合同等各种手段来逃避税款，这下郑爽说什么也没有办法为自己洗白了。国家广电总局也对此采取了措施，节目上不能邀请他，并且停止播出郑爽曾经参与制作的所有节目。一顿操作之后，郑爽被娱乐圈封杀，成为素人。这还没完，今年1月，身处美国的张恒又通过文章展示了3个关于郑爽的爆料，其中每一条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首先，他透露了郑爽在综艺节目中那些疯狂的行为和失控的性格，实际上是刻意为之，目的只是为了制造话题和增加曝光度。他晒出了郑爽的聊天记录，强调这些行为都是他故意为之，不是出于真实情感或本性。另外，张恒爆出了郑爽嘲笑自己的粉丝是乡下人，并且滥用他在饭圈中的20万粉丝来不断刷票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郑爽居然还有一个详细的粉丝结构图，这种行为简直令人匪夷所思，难以理解。但令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，张恒坦言自己当初得知这些事情时也非常震惊，但是出于对那些饭圈女孩的关心，他选择了保持沉默，没有将郑爽的行为公之于众。然而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，不愿意看到郑爽继续欺骗大家，伪装自己的形象，更不愿意看到粉丝们受到伤害。最后，张恒提到了郑爽曾经交往过的男友，每一个都因为和他的关系而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，有的声誉扫地，有的无家可归，有的无法回家，其中包括他自己。这一系列的感情伤害，从张翰、胡彦斌到张恒，每一次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，但这次的曝光似乎是最为严重的一次，这就不得不回顾他的过去。郑爽在18岁时出道，并因出演电视剧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一炮而红。在那段时间，她与张翰展开了一段令人津津乐道的恋情。初恋的情感对于郑爽来说意义非凡，而张翰的帅气外表更加加深了她的自卑感，导致她产生了整容的念头。然而，这段感情并没有持续多久。两人分手后，郑爽的粉丝纷纷对张翰进行谴责，这场恶性舆论延续了多年。郑爽似乎成了这场争议的牺牲品。随后，张翰宣布与古力娜扎的恋情，再次引发了粉丝们的不满。他们对古力娜扎的态度变得极端。郑爽的恋爱生活似乎总是伴随着极端情感和舆论的波动。分手几年后，郑爽卷入了另一段备受关注的恋情，这次对象是胡彦斌。尽管恋情一度备受关注，但最终却以分手收场。这一段感情的结局十分不尽如人意。然而，最令人震惊的是郑爽与张恒的感情。她似乎在感情中屡次受挫后，找到了张恒的安慰，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郑爽的事业受到了严重冲击，而她与张恒的分手更是引发了一系列恶劣事件的曝光，包括代孕、偷税漏税、天价合同等。这一切似乎都与她的所谓恋爱脑有关。今年春节前，张恒又爆出郑爽 MVE 带孩子的事件，导致孩子不得不缝针治疗。他甚至将郑爽告上了法庭，拥有大量的录音和视频证据。公开的语音对话显示，郑爽比以前更为谨慎，而张恒则显得充满质问和偏激。尽管郑爽解释自己并非故意伤害孩子，但张恒似乎不打算就此罢休。而今，张恒再度爆出郑爽与粉丝以及前男友之间的往事。从聊天记录来看，这些对话似乎发生在5年前。张恒的记忆力和档案整理真是让人佩服。他的语气显示，这一次的爆料只是一个开始，还会有更多关于郑爽的往事和内幕被揭露。尽管郑爽已经退出了娱乐圈，但是事情已经闹得如此大，张恒显然不想放过最后的机会，似乎决心将郑爽的真相揭示给大众。事已至此，郑爽也只能接受现实，按照法律的要求对投资方进行赔偿。年少成名的郑爽曾获得上天的眷顾，火遍大江南北，可是她却不好好打磨自己的演技，而是耍小聪明捞钱，最终因成为劣迹艺人被封杀。她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都是自己做出来的。
总结来看，这一事件的曝光不仅仅是对郑爽的指责，也反映了娱乐圈的种种不正之风和暗流涌动。这个故事还在继续，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揭秘和内幕的曝光。最终，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和反思，涉及到娱乐产业的伦理和道德问题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形成全面的看法，而这个故事似乎只是刚刚开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